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我是 Grace。在这个平台，我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个人成长、身心灵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成为你们实现你自己梦想生活的一个小的助力。那之前呢，就有朋友在下面留言问我说，因为大家都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开始学习运用吸引力法则、显化法则。这两个法则对我来说真的是没有区别，不要再问我区别了，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以我的理解，他们是一样的。对，有的朋友说，那我学习了显化法则以后，好像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有人就问我说，想知道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可以看你周围，你的朋友中，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说显化法则很有用，有的人呢会跟你说显化的法则都没有用。但就我来看，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错呀。就像好比是你问了一个长颈鹿，成年的长颈鹿，你问他，你说这个树高吗？那这个长颈鹿肯定会跟你说这个树不高。但如果你问一个长颈鹿孩子，你问他这个树高吗？那这个孩子肯定会说 huge， 特别高呀，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撒谎吗？没有，只不过每一个人他个人成长的，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他的现实。如果说显化法则在你的人生中没有起到作用，那它就是没有用；如果它起了作用，那它对你来说就是有用。这对于每个人的定义，我觉得是不相同的。有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实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会难免的惊讶，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运气太好了，或者是说他的显化法则怎么用的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看见的很多时候是一个结果的呈现，就是结果呈现的一瞬间，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人在达到这个结果之前，他做了多少的 inner work， 就是他的内心的心态，他的想法发生了多少的变化，你并没有经历他所经历的这个前期的过程，你看到的就仅仅是一个结果的一瞬间，所以很多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那其实说到显化法则，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因为我最初知道这个概念是读了《秘密》那本书，是在大约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已经风靡了10几年了，大家可能都应该非常的会用显化法则了吧。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呢，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好像并没有很多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过。这就好像你学习了一些电路的原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就一下子会变成一个很熟练的、很娴熟的电工，对吧？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再去求证别人，问别人，你觉得显化法则或者是说什么法则有用吗？任何你怀疑的东西，或者是你想尝试的东西，你都自己亲自去实践一下，然后你下的这个结论才是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比较负责的一个结论。个人成长的这条路，它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路，你会不停的一路吸收到新的知识，你自己的心态也在会不断的扩展，你的意识呢也在不停的延伸，所以呢，哪怕是今天的你就已经和昨天的你有所不同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那如果我娴熟的运用了显化法则，我的人生就没有障碍了，一路开挂了。其实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这么高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不要抱有一个这样的心态，而是说把自己一直当做一个学习者，因为在学习的路上你是没有止境的，而在学习的路上呢，你也是可以不停的提高的。那很多初学显化法则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升起这样的一种疑惑，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走在实现我梦想的路上，我到底这个方向对不对？那今天的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5个你正在走在实现你梦想道路上的征兆。其实这个世界对我们是非常善意的，它给我们的提示无处不在，只不过你没有沉下心来去观察。那么第一个，你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的梦想和你的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你去观察你自己的感觉。
在你采取你当下的行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兴奋，很沉浸于其中？当然啊，以前在我的意识形态中，我认为勤奋吃苦是美德，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勤奋不等于吃苦。你可以很勤奋，但是你可能甚至在实现你任何目标的路上，你会夹杂着对未来的不确定，甚至有一丝恐惧。但是你的感觉一定是很兴奋的，你一定是很沉浸于你所做的事情，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例行，一个很枯燥的事情。你去看一些科学的调研员，你可以发现他们会在实验室工作非常长的时间，这在我们来看很枯燥，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种我们认为越枯燥的工作，你看一个人如果他能长期的沉浸于其中，并且长期的坚持，那这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非常享受的。所以说呢，第一个你的梦想正在来的征兆就是你自己在行动上，你真的觉得你很享受你的行动，甚至你都不太去在意结果能不能实现了。第二个你已经走在成功路上的征兆是，你去观察你生活中的同时性，它会越来越多的发生。就好像如果你想要换一辆新车，你会发现街上有越来越多你想要买的那辆车的型号出现。然后你带你的孩子去玩具店玩的时候，他突然就指着一个这个车的缩小版模型跟你说，爸爸给我买这个玩具吧。又或者是你突然得到了一个新车试驾的机会，等你去了店里一看，别人给你提供的车正好就是你想要换的那辆新车的型号。这就是同时性在对你的提示。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其实街上的这些车它本来就在呀，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注意，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街上有这么多这样的车，那现在因为我想要这辆车了，所以因为我注意它了，那所以街上才会有这么多的车，并不是说又突然增加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你的注意力其实就是关键，你的注意在哪里，你的聚焦就在哪里，你的聚焦在哪里，你的能量就在哪里。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当你发现你的聚焦，你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这个事情的上面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聚焦，你的能量已经放在了你想要实现的事情上。第三个，你的愿望马上就要成功显化的征兆就是你的生活中出现了 tipping point。 怎么说 tipping point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就之前你做了很多努力，很长时间的努力，你都没有看见任何的结果，但是突然就在某一个点上有一个符合你所有预期，不管你之前的要求有多么苛刻，几乎100%符合了你预期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是事物出现了，你就应该非常明确的知道你的这个转折点到来了，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就是你想要找的人或者是事物。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之前我去美国想要短租5个月的房子，因为其实在美国本来短租就不是很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要租1年嘛。而且呢，当时我还想选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区域它旁边有一个湖很美，我就想住在特定的区域。而且呢，我还想要有家具的房子。但是你知道，如果不住在纽约或者芝加哥这种就是有非常高的这种水泥结构的公寓的地方，比如说西海岸啊，很多城市它的这个公寓就只有2-3层、3-4层，都是木质结构。所以如果你不住在顶楼的话，你会觉得很吵。如果你楼上住了一个比较闹腾的邻居的话，你会经常听见上面人在乒乒乓乓的。如果他在有宠物的话，你就是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体验。所以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说，那我还想住在顶楼，那我的这个条件就真的是非常的苛刻。当时我去租公寓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公寓不是属于个人旗下，就是属于一个地产公司。那我到了他们的这个办公室以后，他的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你的要求太苛刻了，我觉得你租不到。因为这一片区域你知道吗，
这么几百间公寓里面只有6到7间是带家具的，所以说你租到的几率不大。但是现在很幸运的是，有一间刚好空出来了，我带你去看一下。那我当时还挺开心的，说那挺好的，那我就跟了他去了。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公寓它是有3层，但它在2层，就不符合我的这个预期。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光线，这个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公寓的光线也不是很好，就是和我设想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这个经理就跟我说这是我们6个月以来空出来的唯一的一间，就是刚刚 available， 你要不要就是马上签下来，因为真的是很难找，如果就没有了。当时我是想纠结了一下，我在想那我要不要就先将就一下，就是不要求这么高，但是我又不想将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再等等看。结果呢，就是刚刚1个星期以后，我又一次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哇，你刚来，我正想给你打电话，你真的特别幸运。他说有一个在我们这儿租了好几年的住户，他突然退租了，他那个房子是在顶层，是我们整一个这一片公寓里面最漂亮的一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各方面我都非常的满意，就是整个房间的这种 vibe 感觉和我很搭，然后我就租下来了。我就是觉得当时我看了这个房子，我就只出现这么一瞬间，说看看在这么难租的季节里，还是有一间房子会满足我所有的要求的。第4个征兆呢，也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内在产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感觉，就是一种知道的感觉 knowing， 知道。那这种感觉其实和自信还是有区别的。自信呢是说你觉得因为你付出了也很多，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90%几会成，这是基于你自己对自己评估的这种判断，你可能会产生自信。但是知道呢，就是当你来到了某一个节点上，你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感觉，你觉得你回首一看，你所有的付出，你遇到的人事物，他们都像一个拼图一样闭合在了一起，就是所有这些环节才能够把你推向这个结果。而且呢，你在你的内在和你的外在都做足了功课，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这种知道的感觉。以前当我发现我自己产生这种知道的感觉的时候，我想要实现的事情都很快的会实现。所以有一阵我甚至是去刻意的去找这种感觉，但是我会发现我找不到这种感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感觉不是说你去找它就能找到的，而是要通过你内外在的付出，你真正的从内在涌出了这种值得感。因为大家都说嘛，你要找到你已经实现了你目标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在值得感上有缺失的话，你就找不到这种感觉。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的公司出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在平时做项目的时候没有放很多的心思在工作上，你自己的内心也是知道的，那你晋升的可能性大概是就没有在。我说的知道的感觉呢，就是你外在你是没有问题的，你的工作上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你可能不是所有人里面做的最好的，但是你做到了问心无愧，你做到了你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那这个时候你外界的工作你就完成了，同时呢，你的内在你在不停的去和自己的去斟酌自己的思想，看自己的信念系统有没有问题，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做足了你自己的内在功课，这个时候你就会实现一个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当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内心产生这种知道的感觉，而当这个知道的感觉产生的时候，那你这整个能量层次的最后一个环节的闭合就达到了，你这个梦想就会非常快的实现。
今天的分享呢，是我个人的4点体会。如果你在实现你的梦想的道路上，你感觉到了不同的征兆，或者是有一些很值得分享的东西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都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Take care。